什么预兆和特别，没有怎么拯救过世界，你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不经意之间。未来的事未来再写，现在是你我的相见，就让这一切全都实现。我们的爱是全世界，不管多难多险多伤都有多远，我们的爱一直热烈，就是那么的幸运，就是那么光鲜灿烂的每一天。没有什么一路都顺风，是不是也会有个阴天？我们爱没有什么可以让谁来重演，未来的事未来再写，现在是你我的相见，就让这一切全都实现。我们的爱一直热烈，就是那么的幸运，就是那么光鲜灿烂的每一天。原创品牌是，可我们现在工厂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帮工厂渡过难关，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冒什么风险吧？确实，做原创品牌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我们不是也没有订单吗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如另辟蹊径，自己生产自己的品牌，这样才能盘活工厂。未来啊，你的想法实施起来有很多的困难。首先，品牌的从无到有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资金。其次，原创设计最重要的是设计，我们能不能找到靠谱的设计师？现在去哪里找，我们不知道。即使找到了，我们也没钱聘请他。资金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把我的工作室关闭了，把所有的资金撤出来，加入到生产线来。如果缺设计师的话，我已经在找人选了。我在这个行当也待了好几十年了，见了太多的转型失败的案例。你考虑清楚了吗？葛经理，难道我们不转型就不失败了吗？我们现在依然是失败的。我调查了这几年在市场上的数据，所有家装品牌自主创新的品牌在市场上的占比已经越来越高了。只有我们弄火了我们自己的品牌，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客户。未来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一旦投入原创，我们就得从零开始了。我现在手里能够联系得上的，只有代加工的订单。到哪里去寻找能接受我们原创产品的客户啊？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啊！这销售渠道的问题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这个问题我有思考过。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了，我们可以做网络销售，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的销售模式。我觉得你的想法太过冒险，郝总，您觉得呢？啊，葛经理，你先去忙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说这夏副总到现在都没来上班吧？难道他要辞职了？不能吧？安总好。安总好。谢然今天还没有来上班吗？我看他也没脸来了吧。怎么说也是个副总监，开会不按时也就算了，还传言公司要成立新部门，哪来的新部门啊？我看是他梦里的吧。
您说的对。你们啊，跟着我好好干。现在副总监的位置空缺出来了，就看你们谁更努力了。我们会加油的，一定。我看你们的表现啊，我知道。工作。未来啊，我也不同意。为什么？这样做太冒险了。未来啊，我跟葛经理的这个行当摸爬滚打几十年了，你呢才刚入行。爸爸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厂好，可是你太着急了。以我们工厂现在的状况，只能是稳中求进。到了爸爸这个年龄，我不想冒任何风险。爸，我理解你，但是还有我呢，我还年轻，我可以冒风险，我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你拿什么承担？未来啊，爸爸联系的这个老同学，他有意跟我们合作。如果这个合同签下来，我们暂时就可以松一口气，你呢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如果合同签不下来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这份订单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即使我们有了这份订单，我们还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我们只有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，才能自己给自己饭吃啊，爸。我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计划，给你看。我知道了，即便是我不同意，你也还会去做的。夏云姐，你帮我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我不是很了解。让我看一下。这里。哦，好。这里怎么做？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下班之前把这些合同整理好，出一份详细的统计报告给我。安总着急用吗？我说了，下班之前整理好，你听不懂吗？安总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些都是几年前的旧文件了，已经确认存档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无用工上。我让你现在整理就现在整理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夏副总不会连这样的能力都没有了吧？好的，我一定完成。很好。什么事？安总，你让我整理的文件我已经整理好了。很好。安总，我不明白，整理这些已经确认的旧文件，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？这跟你没关系，我有我的安排。你要做的就是服从。你安排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，但自从我进入职场，任何工作都必须要有它的意义和价值。这些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呢？安娜，我真的不明白，自从我回国之后，你好像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吗？能有什么误会？夏媛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不想跟你谈跟工作无关的事情。安娜，我们是同一批进入公司的员工，我们之前关系那么好，在公司里，我只把你一个人当好朋友，为什么会闹成今天这样？
关系好。夏元，你是不是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？拜托你认清现实好吗？我和你一起进公司，凭什么每次晋升你都比我快？论学历，我是海归硕士；论能力，我谈的业务不比你少。凭什么永远你都先我一步？夏元，你不要装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。只要我在这个公司一天，你就永远别想爬上来，我永远都会把你踩在脚下，你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出去吧。谢谢你今天的坦诚，安总。今天你还要加班吗？是啊。怎么？一言难尽。我爸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就算他不同意，我也会做的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站在我这边。凡事呢，总要循序渐进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证明，你的想法是对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来三明治，我亲手做的啊。你亲手做的？对啊。现在还长本事了。怎么样？你不是说自己是委屈了吗？现在跟我坐在这儿吃三明治，是不是更委屈了？是啊，好委屈啊！那我走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的。你不是跟我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唉，本来呢，我做事情不想那么绝对，觉得大家都是朋友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就把安娜一个人当朋友。没想到，现在对我最狠的就是他。他今天的行为让我彻底明白，宽容坏人就是惩罚自己了。虽然说呢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但是有的人啊，你退一步他进两步，得寸进尺。大家都是头一回做人，凭什么让着他，对吧？该让呢，就会让；该争取，我也绝不会后退。快吃吧，还要上班去呢。来尝尝，你都加了什么料呢？有火腿呀，有色拉，很多呢。好吃吗？有进步吗？有进步。老魏啊，前段时间呢，我认识了一个从国内来的大学生，他的创业想法非常好，也打动了我。而且啊，他跟我说，国内有很多跟他一样想自主创业的年轻人，由于缺乏资金，好多想法都止步于 PPT 了。我呢是很认可这些年轻人的，也很愿意支持他们。我也在关注国内的创业者，毕竟我们也经历过创业的初期，知道他们有多难。你没想过回国吗？虽然啊，我们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但是啊，会经常感慨，还是啊，咱们中国好。我想是有想过，但是总是无法下定决心。没想到这安总竟然为了业绩贿赂客户啊！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
他还做假账。虽然之前就听说过，没想到都是真的。不过安总这次犯这么大的事儿，夏副总监竟然还有心情写对公司的建议。我也是佩服他。那这次安总估计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呀。那是。那我们怎么办呀？要是夏元接手了总监的职务，那我们，怎么办？估计没好日子过。唐总，夏元，这是我辞职信。哎呀，夏元，你是公司老员工了，而且是公司最优秀的。作为公司领导，我不能看着公司流失你这样的人才。那我知道，你刚回国，这对公司的人事变动还是不适应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会慢慢调啊。不必了，我已经决定辞职了。话别说的这么绝对，我为你成立了拓展部，这总监一职就是你的。唐总，你们夫妻开的公司我就不参与了。夏元，说心里话，于公，我不希望公司流失人才，于私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唐总，祝您和安总一切顺利。哎呀，夏元，你听我说呀！夏元，你松开！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到底想干嘛？安娜，你做的事情在公司已经人尽皆知了，以后收敛点吧。我做了什么事情？说清楚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你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事情？你别胡说八道！你闹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。姓唐的，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呀。你要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拈花惹草。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。真有你的！我怎么了？你说说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？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我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夏元，姓唐的，你给我站住！死性不改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知道了，也太劲爆了吧！怎么样，新公司还适应吗？在工作室里待惯了，像家一样，人多反而不太习惯。很快就能适应的，啊，你的性格也是慢热型的。那小白和阿强他们呢？他们俩去了同一家公司，工作还挺忙的。老大，你要设计自己的品牌，也需要设计师的。我在大学的时候设计过一批家具，我可以把图纸发给你。好啊，发给我看看。老大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，我把你电话都存为重要联系人了，你来的电话铃都不一样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夏元，啊，这个是猴子，这位是我女朋友夏元。嫂子你好。你好，猴子。那老大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嘿，坐吧。哎，喝点什么？喝我这杯吧。来，这个点儿怎么来了？啊，不工作了？我辞职了。辞职了？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开的夫妻黑店了，就辞职了。哎呀，完了！怎么了？你养不起我了。看来只能我养你了。那你把卡号密码都告诉我吧。这么绝啊！我现在已经是无业游民了。电话。喂，思琪啊，怎么了？真的啊？啊，好啊好啊，你们在家等我们吧，晚一点就过去。好，
拜拜。叶思琪和魏总回国了。啊？什么表情啊？回去。真腻歪。这说明我们天生一对。哎，思琪啊，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回来，又准备这么多吃的，累不累啊？我没事儿，倒是我家大叔有点犯困。你一会儿吃点清淡的，然后就去休息。遵命。哎呀，你完了，现在也越来越幼稚了。什么叫幼稚啊？这是可爱。姐，你说你情商这么高，怎么好运来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也不管管他。我可管不着，也不敢管。哎呀，你就这样不管我了，你管管我呗，拜托了。学会自律。自律？自律是什么？不懂。成长啊。必须要管啊。好了好了，来吃吧吃吧，都说。哎，你想你的朋友了吗？有一点点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有他们的幸福，我有我的幸福。不管他们了，咱们继续。我就不信学不会了。来，我来说两句啊。首先呢，很高兴大家能在上海重聚。这次请大家来吃饭呢，主要是因为你们都是思琪最亲密的朋友，尤其是夏媛。思琪也跟我说过，你像她的亲姐姐一样，感谢你一直对她的照顾。好了，大叔，这搞得像领导发言一样。咱们在家吃火锅，讲究的就是个放松的感觉。还是祖国好啊！熟悉的食材，熟悉的环境，还有最熟悉的朋友们。大叔，我们选择回国来发展，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。没错。来 ，Cheers！ 来，庆祝你们回国了。哎，魏总，你们回国之后有什么计划？我们还没想好呢。哼，以他的智商，能想出来才怪呢。哎，魏总，你真的是脑子一热就跟他回国了？没错，我就是脑子一热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惜呀，浪费了一个投资的奇才，福布斯榜上也看不到你的名字喽。本来也没有。其实呢，也不是，主要是在国外待的时间越久，越想回国体验一下新的环境。再说思琪又这么年轻，总不能让她陪我在国外过着养老的生活吧？还有啊，我朋友跟我说，国内的创业环境还不错，所以我想回来看看。哎，对了，未来，你对国内的创业背景应该比我了解，有机会咱们好好聊聊。好啊。对了，姐，你怎么样了？顺直没啊？我出国这一年啊，公司的格局早就变了。我今天刚刚辞职，现在已经是无业游民了。没事，姐，
像你这样的人，走到哪里都会发光发热的。就是，来，为了他的事业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我的朋友们呢都离开了，这回你也要走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别丧着个脸啊，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再见面的。哎啊，我迷茫啊，困惑啊，我该何去何从啊？你跟索菲亚聊过了吗？聊过了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、包容我。停，千万别在我面前撒狗粮 ，OK？ 哎呀，就是他太支持我、太包容我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总不能一直在这里打工吧？我也不能把他带回国吧？这也太自私了。你跟索菲亚确实是经历了波折，才终于走到一起，确实得好好珍惜。但是，你不能因此受到桎梏。你想啊，你们两个共同目标是一致的，未来都希望彼此发展得更好，所以啊，你就朝着你们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发展就好了呀。你能不能说明白点？你得权衡利弊。如果留在这里，会比回国好吗？如果回国了，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几个月回来一次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这样纠结是没用的。哎，听你说完更纠结。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一如既往的支持你。哎，该我了吧？没想到啊，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啊，性格都有点像。叶思琪倒是成熟了点儿，那个魏总就变幼稚了，平均分都被拉低了。其实我有时候挺佩服思琪的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像我考虑这么多，畏手畏脚的，最后全耽误了。你还在想你辞职的事儿啊？那个公司不待也罢，在那儿就是浪费时间。其实最难受的是我跟安娜，本来我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不过想想也没关系了，反正彻底的看清了一个人就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想创立一个我自己的定制平台，分享一些什么小的 tips 啊，还有我的一些关于旅行的构思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做你第一个粉丝啊。有品位。快买吧，我爸要等齐了。郝叔叔喜欢吃什么呀？海鲜还是牛排？不知道。那有什么忌口呢？不知道啊。我跟我爸相处的那些时间里面啊，他就是随我吃，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，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。没关系啊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一点点慢慢了解。肉啊？哎，考你个问题，我喜欢吃什么？你啊，宫保鸡丁一定对。不对哦，再想想吧。怎么就不对了？你不是吃了好几回了吗？那宫保鸡丁跟那谁？什么意思啊？又提阿辉啊？我喜欢做宫保鸡丁，不代表我喜欢吃宫保鸡丁。你不要那么小气。你是大虾吧你？吃，来。要上进，要了解我，一点点了解我，知道吗？好，一点点了解你。
大叔，你已经看电脑超过1个小时了，不许再看了。好，不看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国内这几年的创业情况。四姐，我觉得我们选择回国是相当正确的。那当然了，祖国最棒了。你看啊，国内这几年的机会比我当年创业的时候要翻了好几番。我觉得我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。你有想法啦？暂时保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行。真的不让我帮忙啊？不用了，你就把菜端那儿去。我走了。嗯。真的走了？嗯。还有1个菜就好了啊！还有多久啊？快了，快了。爸，你来了。叔叔好，我是夏媛。你们俩先聊会儿啊，马上好。好好好，坐坐坐。哎，是你教的吗？没有，他自己在那弄的。这小子。来喽，上菜喽！真没想到啊！哎，来，小袁。哎，谢谢叔叔。小袁啊，叔叔真得谢谢你。这1年多呀，你陪未来经历了很多，我都知道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他不敢欺负你，啊？哎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未来这次回来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你看，学会了烧菜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包容和理解。我真的是很欣慰啊。还有啊，他跟你在一起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哎，停，你这么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儿子，今天让我当着小袁的面，就再说几句好吗？以前呢，爸爸对你要求很多，但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，希望你永远的开心、快乐。啊，小袁也是开开心心的、快快乐乐的啊！谢谢叔叔。哎，食不言，寝不语啊，菜都凉了，浪费了。来，爸爸先意思一下。来，谢谢叔叔。祝你们幸福。他今天话比较多，别理他。吃饭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再不吃凉了啊，不好吃了。吃饭吧。吃饭。来。味道还真不错。小袁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尝我儿子的厨艺。讲完了没？讲完了。你讲完了，赶紧吃饭。
不错。就在这儿，怎么样？大叔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是啊，现在的确很冷清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这里将会是创业者的天堂。其实我在欧洲的时候，就有想法，想做一个创业基地啊什么的，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，都在为着自己的理想拼搏努力，我就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，当时我吃了不少苦，也走了不少弯路，所以我要帮助他们。这里将是他们展示的平台，我会把这里开发成一个创业基地，低价租给那些有志创业的年轻人。同时，我还会成立一个创业基金，从他们之中选出有发展、有前途的项目，并给予孵化资金。那我也要参加。到时候呢，我就在这儿开个大型的美甲店，我呢就是首席美甲师，你就是我的模特。这里开一个毛绒玩具店，抓娃娃店也可以。不过嘛，这个爪子要调得紧一点，要保证每个顾客都能玩得很开心。那这里开点什么呢？都可以啊，你是老板娘，你说了算。谢谢师傅啊，大姐来。葛经理啊，我们这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，这还有一家老小，这怎么生活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各位，老师傅们，这个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啊，也很着急。这个，我们现在在想办法，等这个钱到账以后，我们就把你们的工资都补发给你们，好吧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没钱用了，这怎么生活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哎呦，那等到什么时候了？哎呦，工厂马上都要倒闭了。也不请郝总下来跟我们说说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对，郝总下来吧，这是。郝总在外面就在忙这些事情，他只要把钱拿到以后啊，我们就立刻发给你们。现在工厂有点困难。回来了。先别忙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啊。你还记得咱们在机场见到过那小伙子？哦，你说未来吧？哎呦，我还总想着呢，让他到咱们家做客呢。他们家现在出了点状况。他在他爸爸工厂里做事，可现在厂子经营的不太好，还欠了很多的债务，看样子很难维持下去了。哎呦，情况这么严重啊！那你说，要是圆圆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，那得多痛苦啊！我就怕这个呀。你说咱家圆圆的脾气，他想好的事，那一条道走到黑呀！哎呦，你说咱们圆圆吧，宋航宇这件事情刚过去，好不容易刚走出来，又碰上这档子事儿，要不等圆圆回来，你跟她聊聊，听听她什么想法。您好，您的咖啡好了。猴子，哎，回来了。那个，我看过你的设计方案，非常棒，所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，老大。我想让你做我们的艺术总监。
老大，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是全天下最牛的设计师，因为我被好未来所认可。我愿意陪你完成你的梦想。圆圆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妈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有啊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其实呢，也没什么事儿。这不是你已经回来几天了吗？妈就是想啊，让你多认识一些朋友。哎，我们上次同学聚会，就是那个李阿姨，你还记得吗？她那个外甥在德国企业干得现在可好了，都干成高管了。哎，还有我同学那个儿子，你记得原来小时候长得跟那个小胖墩儿一样，你都见过的，那么胖那么矮。哎，上次聚会的时候吧，人家把照片拿来给我一看，变化特别大，特别帅。妈，我都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你说的是那个未来吧？那妈想问你啊，就是你对这个未来呢了解多少啊？他家的情况你知道吗？妈，我在国外这1年时间，我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的，他的为人我很了解，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、很有担当的人，而且他家里我都已经见过了，他还有一个姐姐。郝文来，您不在机场不也见过了吗？是，妈其实啊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你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已经很成熟了。妈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就是办什么事儿啊，都别太冲动啊，还是要慎重，再慎重。哎，妈，我都已经这么大了，这些事情我都懂的。哎呀，行啦，妈妈相信我的女儿，相信你的判断啊。那成了，妈妈就回去了。妈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行啊，别跟那些阿姨乱聊了。哎，行了，那你也别熬夜了，早点睡啊。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好嘞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沉默的莫名其妙。有些事情我不提到是不想提到，你也明了，挽留的一刻就输掉，难道只该自嘲？生命中所谓美好，就是曾经有得到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崩溃的不偏不巧，可我真的坚持不了，哪怕就1秒。谁有想到，有些伤害如此精巧，